直到并列兽族之首的龙族和蛇族前来向父亲求取嫡姐，他才答应出来见面。我作为嫡姐的贴身婢女，服侍在他身旁。蛇王林渊冰冷的眼神扫过我的脸，让我不自觉想起上一世他冰凉黏腻的身子缠住我一次次所求无度时的情景，身上似乎还残留着他折磨我时的疼痛。我定了定神，向高座上望去，那里坐着龙族太子、蛇王林渊以及我的父亲胡族丞相。嫡姐娇媚含笑，假装抿茶，眼角却偷偷瞄向对面高座上2个高大英俊的男人。若太子爷愿意放弃求娶婉柔小姐，我愿赠予我蛇族内丹。林渊冷声开口。蛇族内丹，传说一颗内丹可胜修炼1000年，更可以起死回生。整个蛇族只有1颗。他为了求取嫡姐，果然什么都愿意付出，胸口泛上密密麻麻的疼痛，疼得我难以喘息。我曾为他生了9个孩子，可他却亲手一个个斩下他们的头颅。我也被他搓磨死在了床上。上辈子林渊早就仰慕我的嫡姐，可他偏偏比龙族太子晚提亲1日。他赶来时，嫡姐已经与龙族太子定下了婚约，而他刚好看到了与长姐相似的我，便向父亲提出娶我回蛇族。婚后，嫡姐生下1子1女，1条龙和1只凤凰。兽族民众都纷纷议论嫡姐定了国师的预言，她肯定就是天生后命。他的夫君龙族太子在继位后迟早会统领包括蛇族在内的所有兽族，而我只为林渊生下9条孱弱的蛟蛇。蛇宝们自出生后便体弱多病，到了别的小蛇舞刀弄枪的时候，我的小蛇们连柄剑都拿不起。林渊听着外界的传言，心急如焚，他不甘心自己被宋婉柔的男人比下去，他恨蛇宝们无能，无法完成他的期望，便一气之下将9条蛇宝的头齐齐斩下。之后他又痴缠于我，希望我能为他生下神勇的蛟蟒，因为蛟蟒有机会化成神龙。我被他绑在床上，他日夜与我交缠，而我生下的孩子只要不是蛟蟒，他便会立刻斩杀。最终我生命元气被耗尽，奄奄一息躺在床上。他满眼怨恨地看着我道：原来你真的是天生卑贱，生下的野种也个个卑贱，你连婉柔的手指都比不上。如果不是看着你与他有几分相似，我连碰都不会碰你。最终我因气急攻心，吐血而亡。回忆至此，滔天的恨意溢满我的胸腔。自林渊的那句劝龙族太子放弃求娶嫡姐的话一出，父亲便一副紧张惶恐的模样。狐族在众多兽族中势力比较单薄，常年都是备受外族排挤和鄙视，而蛇族和龙族都是兵力强盛的至尊王族，父亲自然2方都得罪不起。龙族太子只低头品着杯里的茶，半天才慢悠悠回了句：可以是可以。不过父亲本来悄悄吁出一口气，听见方景年话语的转折，整个人又紧绷起来。我此次前来是为我身子羸弱的武皇帝求娶宋姑娘，既然蛇王兄已属于宋姑娘，我便请胡相将这婢女赏给我武皇帝。父亲和林渊皆是一惊，可以不可？2个人几乎异口同声。父亲望着林渊黑沉的面庞，拢了拢袖子，怯怯地不再隐匿。皇子。我向对面的几人望去，果然在人群中看到站在龙族太子身后的武皇子方景言。上一世我对他的记忆很少，曾听说宋婉柔向龙族太子哭诉说武皇子轻薄于他，最后被太子关进了龙族地牢，终身不得出。当时听传言不知道真假，如今看到对面一身瘦弱却面冠如玉、温文尔雅的男子，实在无法将他和孟浪的登徒子联系在一起。方景言是龙族皇后嫡子，可他从小缠绵病榻，3、5日便病得下不来床。龙王无奈，这才将太子之位传给贵妃之子，也就是如今的龙族太子。武皇子虽体弱多病，可太子依然拿他当眼中钉肉中刺，生怕一不留神太子之位就会被他抢去。眼前太子替武皇子求娶的这一幕，倒是和上一世不同。我记得明明是龙族太子自己想求娶嫡姐，但我很快想明白了其中的缘由，大概是龙族太子不满林渊拿1颗内丹换走他心爱女人，但他自己又舍不得放弃蛇族内丹，所以就将我这个与宋婉柔有几分相像的婢女拉出来，顺便侮辱林渊和方景年一番。我和嫡姐是截然不同的命运。嫡姐出生时天降瑞兆，国师预言她是天生后命，而我出生时天狗吃日，大白天居然出现脱尾的扫把星，是天生卑贱命。国师说为避免我把祸害带给整个狐族，须得日日搓磨我，必不得对我好，所以我虽是父亲的女儿，但是从小就是嫡姐的洗脚婢，受尽嫡姐的折磨，而我的姨娘只敢瑟缩在自己的院子里，从不敢替我言语一句，只因她也认为我天生卑贱，谁对我好谁就会倒霉。上一世我一个卑贱狐族庶女，被林渊破例封为蛇后，我以为她是我的救赎，所以我用自己修炼得到的所有灵力为她生下9条蛟蛇。小蛇前几年虽孱弱，但随着吸收天地灵气，他们的功力会越来越强，到第9年他们会完成蜕变进化成神龙，那时林渊在九子的助力下自然而然会走上那至尊之位，成为全兽族的王。可在我的蛇宝们还在吸收天地灵气的时候，林渊便亲手杀了他们，我也被他折磨而死。曾经我以为的救赎，不过是送我上鬼门关的催命符。
林渊肯定和我一样，是重生归来的。自打看到他的第一眼，我便可以确认，他看向宋婉柔时眼中的狂热和痴迷，即使隔了一世，我也不会忘记。可现在我被求娶，他却说了一声不可。哦，林兄既已求娶了宋姑娘做你蛇族之后，难不成还想把这婢女纳进后宫？龙族太子说着话，慢悠悠走下高座，站到我面前道：“我瞧这婢女也与宋姑娘有几分相似，配我那缠绵病榻的武帝，恰是良缘。你说呢，蛇王兄？”龙族太子眼神晦暗不明，林渊的眉毛紧紧皱起，语气带着浓浓的不悦。我是好心提醒，她是狐族婢女，听说是狐族扫把星，是卑贱中的卑贱，如何能配得上堂堂龙族皇子？何况五皇子是龙族王后唯一嫡子。林渊的话引得龙族太子脸色变了变，尤其是最后那句唯一嫡子。不过还未等他说话，一直站在龙族太子背后的方景年站了出来，这点就不劳蛇王您操心了，我后宫那么大的地方，定然有容得下他的位置。林渊愣了一下，随即沉下脸，深深看了他一眼，见他坚持，便没有再继续劝说。龙族太子勾起嘴角，露出一抹微不可察的讥讽。两个人的目的都达到了，反正这一世，林渊只要能让嫡姐为他生下神龙，那他自然离统治兽族不远了。而我这个扫把星，如果能影响到本就病弱的五皇子，怕是龙族太子求之不得吧。随后林渊转身开始安排他从蛇族带来的礼官拟定他与嫡姐的婚约，而像我这样卑贱的身份，自然无需什么章程，只需带上自己的物品，跟随龙族太子的队伍一起回龙族便可。我在丫鬟房整理自己物品，准备带走的时候，宋婉柔难得屈尊降贵来看我，她眼神中满是嘲讽和奚落。从小到大，她看我时一直是这样，我就是她身边最卑贱的洗脚婢，和院子里其他买来的兽婢没有什么两样。宋婵，你记住，你永远是我的奴婢，就算成为龙族的妃子，也永远是我的婢女。宋婉柔在边上恶狠狠地发话。还有，如果那个五皇子知道你天生扫把星，你觉得他还会要你吗？我连理他都懒得理他。国师曾说我是天生扫把星，可后来我知道，所谓的天狗吃日叫日食，脱尾的扫把星只是刚好有游龙，经过狐族上空而已。我出生时体内便自带灵力，这些年我一直偷偷修炼，让自己的灵力越来越强大。从前我不知道这些灵力的作用，直到上一世我怀上蛇宝，才知道我体内的这些灵力是为了滋养胎儿，会让他们从蛇化蟒再成为势不可挡的神龙。我没有回答他的任何话，只默默背着收拾好的包裹出了府门。从今以后，我不再是他的婢女，也和他再没有任何关系。坐在前往龙族的宽大马车内，我心中有些忐忑。虽然我并不想成为任何人的替身，但是我也不知道这个五皇子到底是什么样的人。狐族向来示弱，就算父亲和嫡母对我不好，但是还有万万千千狐族的百姓，我不会拿他们性命冒险。这一世，我只想安安稳稳做个工具人。与我预想的不同，方锦年在带我回到龙族之后，便将我安排在他后宫中最大的那个寝殿。自那天后，往后的1个月，我再也未曾见过他。看着宫殿内服侍我的大批丫鬟婆子，我实在不知道他葫芦里卖的什么药。上一世林渊因为没有得到宋婉柔，他把我当成替身娶回去，第一夜便强要了我，但是他在我耳边喊的全是宋婉柔的名字。后来宋婉柔为龙族生下孩子，他便把对他的那份爱与痴狂又全部发泄到我这个替身身上。他不知疲倦索取我的身子，结束后再狠狠一耳光扇在我的脸上辱骂我，仿佛这样才能发泄他心中的怨愤怒。可方锦年与他似乎不太一样，他不要我，也不见我，就仿佛这偌大的宫殿就我一个主子。又过了2个月，即使远在龙族，我还是能听到宫中下人们议论蛇族宫中密事。传言蛇王娶后那日，几乎惊动了所有兽族，各兽族首领纷纷前往蛇族送上祝福和贺礼。蛇族流水席摆了10日，所有人不论在不在邀请名单，都可以尽情去吃喝。婢女们说，如果能像狐族的宋婉柔一样，嫁到蛇王这样的如意郎君，便死也无憾了。我并没有闲心去听关于林渊和宋婉柔的闲话，只祈祷这2个人能够一生一世，永生永世羁绊在一起。午后，我拖着腮帮子坐在后花园的秋千上发呆，想到上一世我惨死的9个蛇宝，我心中依然悲痛万分。是我的妄念害了他们，如果不是，我想让他们出生后成为林渊的左膀右臂，他们也不会最后被自己的父王斩杀。心里一抽一抽的疼。蝉，天气冷，怎么也不多穿件衣服，一件还带有体温的大 C 披在我的身上。我抬头看，是方锦年，数月不见他的气色似乎好了很多，起码脸上不像初见那般瘦削了。我愣神了好一会，跪在地上的婢女扯了扯我的袖子，才让我回神。我赶紧跪下行礼，回五皇子，屋子里太闷，我出来透透气。方锦年不至，可否点点头，伸出他宽大手掌在我面前。我只能硬着头皮将手放进他手心，抬眼看见他的目光灼灼。我知道该来的终归会来的。想起上一世林渊在我身上发泄的痛苦，经常折腾的我整夜都无法休息。对于夫妻间的这种事情，我只有害怕。如今方锦年大约也听说宋婉柔和林渊的恩爱，不知道他会不会。我咽下了恐惧，亦步亦趋跟在方锦年从后花园回到我偏僻的宫殿。
可是对我冷落你这些时日，心中有怨气，看你都不愿意搭理我。方锦年轻笑着问我，我赶紧停下脚步，躬身行礼，请五皇子明察，虎女并无此想法。我怎么敢智慧龙族的皇子？可他却点点我的额头，笑道：听闻你姐姐已经和蛇王大婚，我们要不要也？我以为他想要与我圆房，小腿都在发抖，可根本不敢提出任何拒绝的话。可方锦年只是温柔握紧我的手，解释道：我的意思是，我们也要不要举行盛大的婚礼？我是龙族皇子，起码不能被蛇族比下去。我正愣在原地，他刚才说要与我举办婚礼，可是我不已经住在他后宫了吗？方锦年似乎并不是与我商量，很快他便吩咐下去筹办婚礼，一切按照最高规格去办。流水席要办30日，大婚当夜，他只抚着我的脸，细细描摹着，动作极尽温柔。我脑海中他即将呢喃出的嫡姐的名字，也最终没有从他嘴中吐出。兽族中渐渐的越来越多人将我和宋婉柔一起提起，是天生后命的宋婉柔会助力夫君登上至尊之位，还是天生扫把星的宋禅将败坏龙族国运？但无疑，目前我和他都是备受夫君宠爱的，一个是蛇族王后，一个是龙族王妃，都是普通人无法企及的位置。但在我心里，1万个林渊都比不上一个方锦年，起码他懂得尊重人。大婚后第1年中秋，须回母族叩拜父母，像神龙族这样的大族本不需要计较这样的规矩，但是他还是提出陪我一同回到狐族，因为我刚刚被龙医诊出怀孕了，于是也遇到了同样怀有5个月身孕的宋婉柔和一身绛紫色衣袍的林渊。看得出来，嫡姐的日子过得很好，她没有一丝我上一世受到蹉跎的模样。她抚着已经隆起的肚子，脸上满是母性的光辉，而林渊寸步不离宋婉柔的左右，恨不得吃饭时候饭菜都喂到她的嘴里。只是我每每抬头看到林渊的目光时，他看到我和方锦年握在一起的手，眼神便更冷冽几分。方锦年这个人少言寡语，并不像林渊那样时时对宋婉柔表现出语言上的关怀。饭后父亲忙不迭将2位尊贵的姑爷请进书房，让人准备上等茶水。嫡姐与我坐在偏厅里说话，她故意挺了挺孕肚，听说你现在被封为做五皇子的王妃，但你有没有命享受到，最后还未可知。她那样瘦弱的身子说不定早死你得去陪葬，不像我现在是蛇族独一无二的蛇后。他认我若为王上诞下灵儿。他抿嘴笑笑，没有再把话说下去。我淡淡微笑，姐姐既然得偿所愿，又何必来和我巴巴地说一番呢？俗话说缺者多炫耀，难不成是姐姐并不如表面看上去那般幸福？她听了一怔，脸色已经大变，但她很快平静了神色，道：王上和我说了，若有朝一日我生下的孩子生化为神龙，他便会再将你赏赐给我做洗脚婢。我嗤笑出声，那我拭目以待。我倒是要看看蛇王林渊和天生后命的宋婉柔到底能生下什么样的孩子。宋婉柔咬了咬嘴唇，看着我恨恨道：你是不是做过什么得罪王上的事？为什么他似乎很恨你？你们俩是不是有什么苟且？我懒得搭理他，只翻了个白眼，算是回答。恨我？难道不该是我恨他吗？上一世他辱我、虐我，亲生杀死我的孩子，他有什么资格来恨我？这2个人确实是发癫。宋婉柔见我不回答他，以为我是心虚，便更加咄咄逼人起来，说：你这个贱婢，是不是背着我勾引王上了？我冷冷一笑，就林渊那样的男人，也就你把他当成宝贝，在我这里，他连五皇子的小手指都比不上。你，嫡姐用手指着我，一时气结，你居然敢侮辱蛇族之王，你知不知这是灭族大罪？我若是告诉他，别说是你的命，就连整个狐族都会被你连累。他伸着指甲就想来抓挠我，被我一把挥手挡开。因顾忌着他有身孕，我并没有用力，可是不知怎的，他退了2步就坐到了地上。此时方锦年和林渊刚好从父亲的书房出来，进入偏厅。林渊见状，挥掌便向我劈来，可他那一掌被方锦年生生接住了。我有些震惊地望向他，他一向病弱，怎么可能接住林渊这凌厉的掌风？方锦年将我护在怀中，冲着林渊怒吼：婵儿他腹中已有我的骨肉，若他有任何闪失，我誓要你蛇族陪葬。林渊听说我已有怀孕，目光落在我还平坦的腹部，眼里满是阴狠。是他将婉柔推倒在地，你我亲眼所见，亲眼所见也未必为真。我只相信婵儿的人品，他不会无缘无故推倒别人，即便有，那肯定是别人惹到，他忍无可忍。我心中满是感动，原来被信任的感觉是这样的。方锦年继续道：林兄有功夫和我在这闲吵，还不如将自己王后从地上扶起来，看看他摔坏了没有。此时所有人的目光落在坐在地上一脸受伤的宋婉柔身上，他眼里含泪要哭不哭？我没有惹他，是他先侮辱我夫君，说他连五皇子的一根手指都比不上。我找他理论，却被他一把推倒在地上。林渊的脸彻底黑了下来，不知道为何，我似乎在他的眼神中看到上一世他听闻宋婉柔生下龙子凤女时的那种愤怒和癫狂。他一步步向我走近，我连五皇子的一根手指都不如，我现在便让你看看我到底比不比得上你那快要病死的夫君。他此时的眼神恨不得当众扒光我的衣服，
上一世悲惨的记忆让我忍不住惊惧后退2步。我紧紧扯住方锦年的衣角。凌渊，宋婵是我的王妃，你想对她做什么？是想与我龙族为敌，引起龙蛇两族大战吗？方锦年大手握住我颤抖的手，将我拉至他的身后，一脸愤怒望着凌渊。王上，王上，你要干嘛？宋婉柔此时终于回过了神，她看见凌渊看向我的目光充满了掠夺和占有，有些慌神。他是我的洗脚婢，王上你不会是看上了他吧？宋婉柔娇柔带着哭腔的声音似乎将凌渊唤醒，他定住了脚步，许久他才讽刺笑道：他那样卑贱的婢女，我怎么可能看得上他？不过是气他将你推倒在地，想给他些警告罢了。但他的野兽一样的目光始终没有从我身上挪开。方锦年拉着我走了，临走前他甩下一句话：宋婵是我龙族王妃，若我再听到谁提到他用卑贱、婢女这些字眼，别怪我对他不客气。我虽只是个王爷，但是发动几十万兵力，我相信父王还是会同意我的。还有，他也不是什么灾星，自他进入我后宫，我们龙族这一年都风调雨顺，我倒是觉得他是我的福星。回龙族的路上，方锦年抱住我，突然没头没脑说了一句话：我本不欲争的，现在为了你，我也要争一争。父王现在壮年，他在位还可以护着我做个闲散王爷，可若哪天父王退位了，我怕连护着你的能力都没了。我读懂了，他是想争那个位置。我抚了抚才刚刚有2个月身孕的肚子，这里的宝宝也许会助他一臂之力，可他会接受孱弱的宝宝吗？王爷，如果我生下的宝宝身体病弱，你会嫌弃他吗？他愣了一瞬，抱着我的手更紧了。婵儿，你是不是嫌弃我现在身子弱？我已经在偷偷练功了，也找了神医调理身体，如果宝宝身体不好，肯定是受我连累。我从小就被太子兄长偷偷下毒伤了身子，虽自我12岁之后，我都是将他送来的汤药偷偷倒掉，但也留了病根。原来是这样，怪不得每次太子妃借口来给我送补品，都被他命人偷偷扔掉了。怪不得本来和我相处时他好好的，可只要太子来，他立刻就虚弱的躺到病床上。他在这龙宫中走的也是艰难。数月后，我生下了一个龙宝，他又瘦又小，连哭声都像虫鸣，奶娘都不敢抱他，生怕抱一下都能折断他的脖子。太子和太子妃还专门去奶娘那边看了孩子，据说2个人大笑着离开了王府。我本以为方锦年看到龙宝会嫌弃，可他只疼惜的掉下眼泪，说这辈子一定会护好自己的妻儿。我告诉他，孩子长大会好的，有朝一日说不定能够助他完成大业。他却摇摇头，我不会允许自己的孩儿去冒险，我是他的父亲，你的夫君，自当为你们打下一片天地，岂有借儿子之功的道理？我鼻子有些酸，想想上一世被凌渊亲手斩杀掉的一个个蛇宝，都是因他不满意他们的身弱，无法帮助自己完成霸业。自我从狐族回来后，再也没有听过关于凌渊和宋婉柔的消息。我想大概是方锦年故意为之，他不许府里的下人议论，怕我听到那2个人，心中产生郁结。但我在后花园中赏花的时候，还是无意中听到了一些零碎的内容。原来宋婉柔在几个月前生下一条娇蟒，凌渊大喜过望，甚至下令免了蛇族1年的赋税。可是那娇蟒不到100日就夭折了。听说现在宋婉柔又怀了身孕，蛇王下令蛇后所有的饮食都要经过严格检查，而且他不允许走出后宫半步，以免出现意外。我的龙宝这几个月却在一点点变化，他病态苍白的小脸已经逐渐红润起来，哭声也从细小的虫鸣变成小猫一般。方锦年对这个龙宝甚是喜爱，他只要从朝堂回来便时时将他抱在怀里，而龙宝显然也感受到父亲对自己的喜欢，身子一天天强健起来。当他能够摇摇晃晃走路的时候，蛇族那边传来宋婉柔诞下凤凰的消息。不过这和我并没有什么关系，宋婉柔生下凤凰之女似乎给了凌渊更大的希望，他认为他们的下一胎定然是蟒或者龙。可惜1年后，宋婉柔生出来的不过是一条极普通的小蛇而已，接着再生下去，只生下2条鳝鱼。凌渊一气之下，直接将刚出生的鳝宝和已经2岁的蛇宝全部用剑斩杀了。这几年，方锦年不再藏拙，他突然意气风发出现在朝堂上，他积极向龙王争取各项需要皇子们处理的政务，或治水，或修渠，他样样做得有理有条。渐渐的，他从一个闲散王爷发展到手中掌握了实权，这让原本在朝堂上只能看见太子身影的大臣发现了方锦年的能力，也让曾经对太子的无能和暴力感到绝望的大臣看到了新的希望。朝堂上出现的换储君的声音甚至越闹越激烈，方锦年却像此事与他无关，该忙自己的政务，该带龙宝去灵山历练也一样照去不误。此时我的龙宝已经7岁了，现在的他朝气蓬勃，英姿飒爽，早没了刚出生时病恹恹的样子。听说宋婉柔又怀孕了，这已经是她第9次有孕。怀孕这几个月她似乎过得并不好，好像是凌渊早就对她失去了所有的希望，已经又从别的兽族开始选拔兽妃。可出乎所有人的意外，这次宋婉柔再次生下了蛟龙。她像龙像蟒，蛇族的国师说
他定能飞升成神龙。林渊曾经经历过一次孩子夭折，所以这次并没有大张旗鼓的张扬，只在蛇宫内好好庆祝了一番。方几年再次带着龙宝从灵山游历回来，龙宝肉眼可见的更精神了。果然灵山的灵气与众不同。晚上，我与方几年亲热之后，他拥着我说，我曾潜入蛇宫见过宋婉柔生下的那个蛟龙，我有些震惊，也有些生气。无缘无故你跑去看他生的孩子干什么？难不成还放不下对他的旧情？他笑出声，我和他哪有什么旧情？当日不过是太子想侮辱我和蛇王一番罢了，本就是太子自己想求娶那宋婉柔。顿了顿，他又道，我觉得蛇后所生的蛟龙并不是林渊的儿子，我有龙族血脉，凡是我龙族的儿孙，我都能感应到。我从那灵山回来，经过蛇族时，正好感受到龙族的灵力，循着那灵力过去，居然找到了林渊新得的龙儿，我整个人呆住了。那意味着宋婉柔红杏出墙，还是出到了龙族？那这个消息林渊要是知道了，脸上肯定精彩纷呈。我忽然好想去看看。方几年看出了我的心思，警告让我不要多管闲事，他会利用此事好好对付那些藏在暗处的人。时隔8年，我再次怀孕了，龙医说是双生胎。这次怀孕，我感觉身体内灵力更盛，大概是我这几年养得好，没什么烦心事，也没消耗什么灵力，所以整个人都很轻松。这日，我正捧着5个月孕肚喝宫女刚给我烹好的羊奶茶时，突然传来前朝更换方几年为储君的消息，原因是废太子与蛇族勾结，企图联合外族来掌控龙族的朝堂。我震惊到将装着羊奶的碗都打翻在地，而身着太子冠服的方几年走了进来，他拿起帕子为我清理粘在裙摆上的脏污，宠溺道，都做母亲的人了，做事还这么毛手毛脚。我抓着他问，太子联合蛇族是不是想伤害你？他是怎么被发现的？方几年却哈哈大笑，说他与蛇族勾结不过是为了皇族面子罢了，实则是他不知怎的和那时候纠缠在一起。宋婉柔生的那胎便是我那兄长的。我想起了上一世，宋婉柔为龙族太子生下龙子凤女，难道他也觉醒了？不过奇怪的是，前太子被废得无声无息，虽然是一处这样的大事，也并无多少人议论。前太子现在被关押在地牢里，听说是专门关押龙族皇子皇孙的地方，我猜上一世方几年也应该被关在这个地方吧。至于蛇族那边，出了这事后便失去了关于宋婉柔和新出生蛟龙的消息。很快到了次年2月2，我临盆的日子，这日也是我龙宝该飞升为神龙的日子。我在产房痛得撕心裂肺，而龙宝则在灵山接受风雨雷电洗礼。方几年急了一会待在我这里，一会又飞去灵山看看被伤到满身伤痕的儿子。终于在他来来回回的奔波途中，我产下了一对龙凤胎，而龙宝也成功飞升成神龙，也是300年兽界内唯一飞升成功的神龙。方几年懊悔的哭出声，他既没有见证到小儿女的出生，也没有看到龙宝飞升的过程，只有一路跑断腿的辛苦。因着龙宝飞升成功，几乎不需要刻意做什么事情，所有兽族自动将龙宝视作未来的霸主，而方几年如今龙族的太子，神龙的父亲，地位自然不同凡响。而当朝龙王下旨将在次年的2月2正式将皇位传位给5皇子方几年，我二胎生的小龙宝和凤宝并没有吸收我的任何灵力，他们就像普普通通的孩子。起初我不知道为何，后来一次去灵山的寺庙上香时，听到一大师无意中提起方几年给我用了一株草药抑制住我的灵力传渡给胎儿，他不希望我和孩子为他消耗任何灵力，他希望由他来庇护我们。2年后，小龙宝和小凤宝都会满地跑着喊母亲了。蛇族又传出来一件丑闻，蛇后怀孕数月，用了无数，可最终只能生出一条条小蚯蚓。林渊一气之下把蚯蚓全部斩杀，又一刀捅死了还未出月子的宋婉柔。后来我陪龙宝在灵山吸收天地灵气的时候，偶然遇到了林渊，他那时已经有些疯疯癫癫，看着我的眼神满是疯狂和仇恨。为什么你能给他生在神龙，却只能给我生出没有用的病蛇？林渊觉得是我欺瞒了他，我觉得好笑，我能和别的男人生出神龙，和他只能生出病蛇，他不应该反思自己吗？我看着他无耻的面容，冷笑出声，林渊，你还是一向的无耻，凡事都以自我为中心。我的9条蛇宝是我用尽所有灵力拼命生下，他们9岁时便可以飞升成神龙，祝你大业，是你亲手杀死了他们。他不可置信地看着我，你撒谎，你是天生扫把星，你怎么肯定生出神龙？我看着他震惊的眼眸，颤抖的双手，整个人都摇摇欲坠。他知道我没有骗他，但是他还是想要一个答案。实则根本没什么扫把星，那日天狗吃日只是恰好的日食现象，而那个滑落的扫把星只是游龙飞过而已。当然这本来和我也没有什么关系，只不过那国师曾是我嫡母的旧相好，故意给我安的罪名罢了。前世今生，你都只爱你自己一人，你将我当成宋婉柔替身时折磨我，而这一世你得到了他，可你依然苛待于他。我说你比不上方几年一个手指头，都算抬举了你。说完，我转身离去。堂堂的蛇王自杀身亡，用的就是他上一世斩杀9条蛇宝的那把刀。
现在蛇族已经主动归属与龙族管理。方锦年从蛇族王宫内选拔了一个年轻有魄力的王爷，接替了林渊的位置。林渊的尸身不得葬于蛇王陵，因他是自杀，是大罪。他被扔进了乱葬岗，上一世的一切都成为了尘埃。暮年时，龙宝已经成为了统管所有兽族的神龙王。我坐在后花园的秋千上，方锦年推着我，他说：“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感觉我们什么时候见过，但是在记忆中又搜寻不起来。他大概忘记了，上一世时，我和他也曾经在狐族的大殿上见过，但是上辈子我们缘分不够，只够远远的见上一面。而我和他在那一世受尽磨难，终换来这一生的幸福安稳。